一想到葡萄牙，除了蛋挞以外，你还会想到哪些代表性的美食呢？今天我们在里斯本，先去吃排队名店超人气的海鲜饭，接着到猪扒包始祖店吃葡萄牙最亲民的小吃，再前往里斯本最好吃的湿哒哒三明治，最后回到观光客最爱、有最强美食街称号的泰奥 Market。这一集我们把里斯本最具代表性的美食整理出来，最后跟大家分享哪一家是我们觉得性价比最高的餐厅，哪一家又是我们这次认为旅游的地雷。我们来到了一间葡式海鲜饭排队名店，这间店已经有35年的历史喽，是由2位老爷爷经营的海鲜餐厅。因为这间餐厅被许多杂志的多次推荐，所以非常的受到欢迎。加上这边不接受6人以下的定位，建议大家一定要提前来卡位。我们现在准备要带大家去看看道地的葡式海鲜饭吧。Table for two。我们的餐点来啦！这间餐厅的主菜就只有一样选择，就是海鲜炖饭，没有其他选择。因为葡萄牙它拥有很丰富的海岸线嘛，所以它的海鲜资源非常的丰富。它的海鲜真的是超澎湃，我先来挖一次来吃吃看。还有很多海鲜是我不认识的海鲜。这边是以人头计价，你们觉得这一大锅值多少钱呢？等一下我们吃完再跟大家公布。我想问一下，这是什么海鲜啊？我真的不知道，我没有吃过这一个。它还有附给你这个钳子，让你去夹那个壳，然后回来开切喽。有鲜哦，吃起来真的跟西班牙海鲜炖饭不太一样。西班牙海鲜炖饭好像比较嚼劲的，然后这种是比较软烂的。哦，这个好大颗哦，这蛋菜吧。好，我要来吃这个我不认识的海鲜了，这长得像竹筒饭哦，这个好鲜哦，这意味好吃哎，很贴心，还附给你一个小盘子让你装这个可乐耶。有没有抓别人啊？不过老实说，我觉得台湾的昂吉摩还是略胜一筹，鲜味更鲜。我们吃饱出来啦，那我们现在来跟大家公布1人份的海鲜炖饭是17.9欧。那大家觉得这个价格 OK 吗？这边有个小提醒，就是这一家店只收现金哦，所以来吃的话记得要带现金来。我是推荐这间餐厅，你用17.9欧就可以吃到各式各样的海鲜，甚至有些海鲜是我这一辈子都还没有吃过的，以及加上它的美味程度，我觉得是非常 OK 的。海鲜很新鲜，服务人员态度都非常好。还有补充一点，它厕所也很干净。虽然说这是网红名店，然后的确我们进去的时候全都是亚洲人，但是还是推啊，就是500-600块台币的价格，你就可以吃到一大家海鲜。我觉得在台湾可能要吃花1-2000块吧。对，所以我们推荐这家。我们现在来到了猪扒包的始祖店，看到里面真是满满的人潮。说到这个猪扒包它的由来啊，其实是在19世纪初的时候呢，当时的葡萄牙他们被法国入侵，那法国军队当时就是把这个法式炸猪排包引入了葡萄牙，那这种食物呢就融入当地的一个文化啊，然后最后呢就演变成了葡式猪扒包。那我们就来吃吃看葡式猪扒包跟我们在台湾或澳门吃的猪扒包有什么不一样吧。除了猪扒包之外，还有满满的薯条，而且它给超多酱料，辣椒酱，然后番茄酱，然后有一堆美乃滋等等的，超多。它帮你破了2瓣，其实这样肉眼看就觉得它跟台湾猪扒包不太一样，这种面包是属于葡萄牙当地的面包，它的猪肉看起来很像是清炖的。那我就先来吃吃看。香料味还蛮重的，我觉得它的猪扒包吃起来比亚洲的口感还要再更清爽，猪肉蛮软烂的，不会说到很干或很柴，里面也吃得到各种新香料、大蒜的那种味道。我来加一点点辣酱好了，看起来应该会不错。欧洲的辣对我们亚洲人来说一点都不辣。我们还要点一碗鸡肉汤，非常好喝，鸡肉超级嫩，又有面疙瘩。那特别的是呢，里面还有加薄荷。那我们饭后还要点一碗水果沙拉，但是吃起来就像是普通欧洲饭店早餐的水果罐头一样。哇，我们现在来评分啦！这一间猪排包创始店，小安
鸡腿，它的猪排包的口感虽然没有亚洲来的重口味，可是我觉得它吃起来其实相对的清爽。你吃完一整个，你也不会觉得很腻，反而你是会觉得越嚼越香越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的价位有够便宜的。我们刚刚点了一份猪排包、一碗汤以及一份水果，这样总共才11.5欧。我真的有被它的价格给吓到。我觉得这间 CP 值实在太高了。我也推荐来这边。因为它的汤真的是还蛮好喝，它就像是清炖排骨汤，然后里面还有加薄荷，对，我很喜欢这家店。推鸡腿。我来到了来葡萄牙必吃的湿哒哒吐司餐厅，据说它是里斯本最好吃的湿哒哒吐司店。湿哒哒吐司在葡萄牙文的意思呢是法国小女孩，它的做法呢就跟法式吐司很像。一份套餐就是有湿哒哒吐司，然后旁边还有一份薯条。你们猜这样一份多少钱呢？吃完饭再来跟大家公布。我们额外还有点了一份沙拉，还有浓汤。先来吃吃看它的湿哒哒吐司。哇哦，分量真的超大我觉得2人点一份应该就够了。上面铺了很多片的 cheese， 然后里面的肉超多我来蘸一下它旁边这个酱。来吃湿哒哒吐司，不能跟约会对象来哦，因为会吃得很丑。它旁边的这个酱喝起来像番茄汤的感觉，吐司沾这个汤酱还蛮好吃的。很棒的是它的蛋黄是半熟的，你看还好蛋黄流下来，觉得口感还不错吐司蛮软嫩的 ，cheese 也很入味。那来吃看看薯条，没有什么特色，薯条可以不用吃。OK， 那我就继续开动啦。刚吃完饭结完账，现在来跟大家公布刚刚那一份的湿哒哒吐司多少钱？一份只要12.5欧，这么一大的分量，真的是很适合2个人一起吃，哇，超省旅费的，非常推荐这一家。如果你来贝伦区的话，可以来这一家吃吃看，全里斯本最好吃的湿哒哒吐司。接下来我们来到许多观光客必访的美食广场 Time Out Market， 市场内集结了数十家餐厅酒吧，究竟值不值得来这吃一波呢？我们进去看看吧。这里餐厅种类真的非常多，绝对会让你的选择障碍发作。但我们发现这里的餐点价格相对于一般的葡萄牙小店稍微高了一些，毕竟里斯本以海鲜闻名。我们选择了一间名为 Old Freight 的海鲜餐厅，点了一份要价台币700多的章鱼，还附赠了一盘冷面包。这感觉就是水煮章鱼浸泡在一堆橄榄油内，章鱼口感还算不错，但鲜味稍显不足，而且还非常油。老实说，这一盘最好吃的就是青菜。以700多的价位来看，这餐点的分量和口感表现并不相称，或许考虑点一杯酒和一些下酒小点会更为合适。哇，这边好美哦，超漂亮。这一间店已经有快200年的历史了。这间糕饼店以前呢，它是专门提供给皇室贵族们糕饼跟面包的地方。我看网络上很多人也会来吃他们家的蛋挞。其实他们家真正知名的是我左手边的这个国王蛋糕。葡萄牙吃蛋挞还蛮特别的是，他们会额外给你一个肉桂粉跟一个糖粉，让你去加在蛋挞上。它的皮很像肯德基的葡式蛋挞的皮很酥脆、很千层的这一种，皮很酥脆。不过我觉得内馅偏甜，比台湾肯德基的蛋挞还要甜很多。蛋挞对我来讲太甜，可是皮很好吃啦。然后内馅吃起来就是很像台湾车轮饼那种奶油内馅，跟台湾的那种充满蛋香的蛋挞比较不一样。那我现在要来吃它真正知名的国王蛋糕，国王出场，铮。这个国王蛋糕是在200多年前由这一间餐厅的老板引进葡萄牙的，我觉得这个很秋，所以来这边的小伙伴们一定要吃这个国王蛋糕。我觉得它好漂亮哦，它长得好美哦，而且我可以看到它里面有很多的核桃、坚果类的东西，还有一些果干。它的质地吃起来不像蛋糕，有点像放蛋糕跟面包之间的那种口感，很扎实的那一种，我觉得蛮好吃的。里面的坚果的香气有慢慢散发出来。国王蛋糕跟蛋挞的2个要选的话，我会选择国王蛋糕，因为蛋挞真的太甜了。我刚吃完出来啦，
我觉得如果你要来这边吃葡式蛋挞的话，我是不推荐。不过如果你要来这边吃国王蛋糕的话，我非常推荐。来里斯本想要来体验当国王的感觉的话，就来这间店吃吃看在地的国王蛋糕吧。